川普为什么要强买格陵兰？台面上的原因大家都清楚了，而台面下的3个原因也被媒体给扒出来了。问题是，他能买成吗？今天我就试着用一期节目告诉你答案。大家好，我是大卫。在美国，最近关注的头号新闻已经不是伊朗局势了。为什么呀？因为那个林肯号航母还得再走5天才能到达波斯湾，真正打仗可能是下星期的事儿了。老川一看形势不对，赶紧又抛出来他的强买格陵兰岛的计划。根据今天最新的新闻，他向有意向格陵兰岛派兵的国家开始加征关税，一出手就是15%。如果6月份你们还执意派兵，对不起，我要给你加到25%。这儿可是对欧洲的盟友除了英法德这3个欧洲的领头羊还有荷兰，还有丹麦，还有这个北欧的3国。今天呢，我就详细给你聊聊他到底能不能干成。按照他提出来3个冠冕堂皇的理由，第一个呢是地缘政治。他说现在那个格陵兰岛周围都是中俄的船队。那第二个呢，他又提到这北极冰川慢慢的融化，北极航道未来可能是一个重要的节点，他要控制北极航道，你收过路费，这也是一笔收入第三个就是讲的国家安全与军事利益。他说我们搞的那个穹顶，如果想防着这个中俄把导弹飞过来，北极是最近的路线，而格陵兰岛如果有防御系统的话，这是金顶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关于这3点呢，我们一会儿再详细告诉你为什么它站不住脚。而最近《纽约时报》和《华盛顿邮报》已经相继的披露，他真正要搞这格陵兰岛这是他个人的利益，因为川普的利益和共和党的利益和美国的利益有时候是矛盾的，它不是一体的。根据综合新闻媒体的报道，第一个原因那就是他要给自己的捐助者以现实的回报。因为根据媒体的调查，有一家稀土公司看上了格陵兰岛的稀土了。你想一下，如果说格陵兰岛的稀土，尤其是铀矿就是造原子弹那个铀，开采下来这个是一个巨大的聚宝盆。因为格陵兰岛按面积算，它超过了日本，超过英国，超过德国，你英法加起来也没有格陵兰岛大。所以说种庄稼不咋地，但地下有矿，那可是一个富矿。马上就要中期选举了，你得需要钱，就需要这些捐助者意思意思。既然你让人家意思意思，你不得给人家一个大意思吗？这是一个原因。另外呢，他也提到了，除了这个矿业也有一些搞资源的也要过去。比方说，有一些科技公司看上了北欧独特的这个环境了，因为它常年的零下40-50度，极寒能到零下60多度，它特别适合建数据中心。至少你这个制冷的时候，你不花钱了，那就是天然一个大冰窖。而这些科技公司是他重要的捐款人。大家还知道2024年吗？假设没有马斯克帮他，你觉得他能赢哈里斯那200万张选票吗？当时是7400万和7600万，差异是极小的。那马斯克一出手那都是上亿。所以第一个还是为了2026年今年的中期选举需要钱。第二个是老川的执念，他一定要在美国历史上留下自己的光辉形象。他对标的就是购买了阿拉斯加的这个希华德国务卿。现在人们提起希华德好样的，如果没有他的话，咱们就不会有这个源源不断的黄金
天然气和石油储备了。说到底啊，阿拉斯加是美国的油罐子和气罐子之一呀。另外，他也考虑到，如果说以前干的很多事儿他并不露脸，比方说给外国商品加征关税，最终发现美国老百姓把这税金出了，现在是骂声一片的。如果你要想对冲的话，一定得干出点大成绩。哎，他如果能够把格陵兰岛强买下来，这个在历史上啊就能够功过相抵，甚至是说这个功大于过。第三个也非常重要，那就是他有个现实的需求，因为在今年的上半年，那个参众两院啊过了一个决议，就是让爱泼斯坦的名单一定要毫无保留的公布。你可以把受害者的名字涂了，但是这些施害者你一定得要公布。后来老川啊在内部特地开了个会，大发雷霆。这是格林说的，说川普讲啊，如果公开的话，会严重的伤害到他的朋友们。也不那么巧，为什么是他那些朋友们都出现在这个名单上？这是啥露脸的事儿啊？所以他呢需要一个大事件转移人们的注意力，大家别老盯着那爱泼斯坦名单了，好吧？当然了，我认为啊，这件事没搞成，他接下来还是要面对这个名单的。那关于他冠冕堂皇的3个理由啊，我简要说一下我个人观点。第一个，他说中俄的船队占领了格陵兰，人格陵兰总理都说了，我们周围从来都没出现过中俄的船队，你这是瞎乱说了。第二个，他提到说，如果说未来航道开通了以后，我们在那收过路费，你这个也站不住脚哦。你看上了，那世界强国多了呀。你看五常之一，你中俄、法德，如果大家都看上了，都知道北极航道要开，那我都去站的话，那谁是正义的呢？是不是说你认为你有实力，那你就是正义的？那对不起，如果剩下几个人联合呢，那你的力量就没人家高了。所以说啊，在法理上和国际政治上，这个都难以自圆其说。第三个是关于军事，他说中俄的导弹飞过来，那不是太平洋，而是直接飞越北极。理论上是这样，但你同样如此，如果大家都这么干，都想把格陵兰岛变成自己的，那谁说了算呢？谁说的是正义的呢？而且从这个军事战略上，最高明的办法是不战而屈之兵。你这个防御啊，毕竟不是个好办法。你应该说联合欧洲的盟友，让中俄不敢对你发射导弹，这才是上策，而不是说你在格陵兰岛建那个拦截系统。你能拦住北极，你能不能拦住那海里的这个潜艇？人家就开到这个夏威夷就发射导弹，那你这个格陵兰拦个屁呀！所以说，军事、地缘政治和经济上，它都难以自圆其说。最后，我来说一下，为什么这事儿它干不成呢？纯粹是转移视线呢？中国有句古话呢，叫做“办事不由东啊，累死也无功”。你看，你总统，你说到底还是个打工的，为美国选民打工的。美国不是你川普集团，不是你老板说了算。你说到底，你还要听董事会、听议会的。而这个众议长约翰逊，包括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啊，这是他同样共和党的，都反对这个武装占领格陵兰，买也不行。人家明确说不卖，你愣要买，那你道德上这就属于强买啊，这跟强盗没有太本质的区别。而且这个参议院的资深参议员，他也提到了啊，如果说我们因此而和欧洲盟友产生了嫌隙，这是一种在军事和国际政事上的自残行为啊。用中国话讲，就是那个挖自己的墙角。如果欧洲人要跟你对着干，那你呀，军事实力啊，你是没法发挥作用的。
好，那我们说最关键的一个因素，除了美国的议员不同意，美国老百姓也不同意。因为最近做过统计，只有19%的人赞同去购买，而不是强买啊，是赞同购买，大多数人都反对。而且有人在纽约要打出广告来了，我们不要格陵兰岛，我们想要我们的医保。因为老川他提出来要把那个奥巴马医保给废除了，这保费一个月可能涨到好几百块钱，哎，那对于很多家庭来说，这个是不可以接受的。你要那岛干嘛呢？离我那么远，但我每月多花1000块钱，我这是不能接受的。所以美国总统作为高级打工仔，你要看主人的脸色，谁给你的饭吃，你端谁的饭碗呢，心里要有个数。另外呢，我们说一下这个格陵兰岛民众是怎么考虑的，这个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。你想买，那人家为什么不卖？其中啊，新闻媒体采访了格陵兰岛的岛民，除了这个首相、总理他们不卖之外啊，老百姓也不愿意成为美国人，他们更愿意成为格陵兰人。如果说一定要选一个的话，他们仍然会选择丹麦王国。原因啊，他们说的非常清楚，说美国历史上是怎样对待少数族裔的，我们担心被边缘化。他这个指的是这个美洲大陆上原来的主人啊，不是你这个5月花号的主人，原来的主人是印第安人。当你站稳脚跟了以后，凭借自己的科技军事的实力啊，慢慢的西进，把那些这个印第安的部落啊慢慢没了。你现在还有吗？很少了。所以说他们担心自己这5万多人有一天被美国人淹没了。本来我们是主人，最后发现我们已经被严重的边缘化了，这是我们无法接受的。除了这个政治原因啊，更重要一点仍然是经济利益和环境灾难之间的平衡。所以说，哎，老美说我每人可以给你多少多少美元，我来给你投资。你投资来不是种庄稼的，因为只有这个南岛一小点儿，每年呢有那么几个月可以种点牧草，其他的都是冰天雪地。而且我看了这个美国驻格陵兰岛的领事馆，就那么一间房子，那些鼓励老川去买的人，你最好踏上那个格陵兰岛，你体验一下当地的生活，那不是一般人能够忍受的。他们最担心的是，美国的企业来了以后，你确实看上了我地底下的油矿啊，你去造核武器去了啊，你去造那个核电站去了，你缺油，而且这种油是放射性的。你采完了油以后，我这个环境非常脆弱，我这5、6万人在核辐射的这个污染下，这寿命啊可能就急剧缩短，最后可能就灭绝了。除了这个油矿啊，还有一些稀土，而稀土和油是伴生的。你只要想开采稀土，你必然把里面的油挖出来。而且呢，美国的企业他们担心的是，你把这宝贝拿走了以后，你如何治理呢？你恐怕很难完全像美国本土那样治理，因为你不生活在这儿。最后结果谁买单？环境高辐射的尾矿和矿渣可能就让5、6万人啊从这个格陵岛上没了。当地人为了自身和子孙长远的利益，他们选择什么？我们宁可要现在的生活方式，不富裕，但是安静安全。我们总结一下，虽然说老川造的声势比较大，就连这关税啊都用上了，但是我仍然判断他100%买不成。关于这件事儿，您怎么看？欢迎在留言区留言，咱们共同来探讨。我另外的频道大卫观点今天讲了一位聂卫平为什么73岁就没了，对咱们普通人啊在健康和生活方式方面极其重要。如果您感兴趣，请关注大卫观点，咱们明天见。